如果跌破此处，那么就宣告了前期就是一个双重三浪的结构，后期万一直接跌破了223的话，那就是大 C 浪的一个开始。那从交易稳健的状态来看的话，至少给了我们一次做错之后解套的机会。大家好，今天是9月10号，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频道是通过波浪理论解盘看形态入场，分析的主要是大周期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操作一个机会。那在以往的这些粉丝或会员的约稿当中，我们除了会提示机会以外，也会在相对的节点去提示风险。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支票是美股的苹果苹果公司。那这支票其实在4月24号的时候，我们当时说过，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体波浪结构，我截止到目前我都保留在这个图表当中。那当时给出的预期是可能会从200附近继续延续向上的一个反弹走势，那么最后期会整体会看到226到239美元这个区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将近4个多月的时间，那苹果公司的股价也是从200美元涨到了最高241美元附近，那基本上是达成了我们之前在4月24号里面的视频的预期。那接下来它会如何运行或者说是按照上一次的视频，它有没有可能后期创出新高？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在目前的这个位置附近看一下次级别的结构有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明确的信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前这个位置后期到底是继续走这个5浪延长，还是此处就要开始中期的 C 浪下跌？能不能找到一个多空节点？那么我们就围绕以上几个问题再次来跟踪一下苹果的股价。那首先我们还是将时间调整到日线图来看一下。日线图当时给出的预期是从相对的高位这个260美元左右展开了中期的回落。第一波回落它是一个3波形态，那紧接着我们就画出了它的黄金分割。当时给出的这个预期就是这个区间226到239。那么可以看到整体走势还是符合这个波浪结构形态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一下或者研究一下，目前从169美元开始的这波反弹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内部的子浪结构是否完整。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波走势，整体反弹的第一波走势它是一个3波形态。在这个3波反弹结束之后股价从215美元左右开始了一个回落走势。回落走势它也是一个3波形态，走了一个 ABC。那在这个 ABC 结束之后整体向上的结构发展它存在几种预期。第一种预期1、2、3，这是第一种看法，也就是说目前这个高点或者反弹的高点241可能已经出现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第二种预期，依然是反弹上行的一个3波形态，后期可能会有一个回落的一个3波形态。等这个回落的3波形态运行完毕之后，再次向上运行这个反弹的一个3波走势。那整体走势它可能会呈现的是一个3重3浪的一个结构 W X X Z， 最终整体的高度目标上方的压力位置大概是位于247到250，这也就是说极限反弹的这样一个位置，压力区域247美元到250美元，这是极限的一个压制。所以当下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按照第二种预期的走势去发展的话，那短期我们需要拉一下它这个外浪的黄金分割。那可以看到后期整体向下的回落会回落到223美元附近，这就是它的支撑，一个关键的多空分水岭如果跌破此处，那么就宣告了前期就是一个双重3浪的结构 WXY， 或者是一个大的 ABC 的一个走势。那后期整体的发展可能前期第一波下跌，这是大 A，
目前的走势，无论它是否有新高，它是一个大 B。后期万一直接跌破了223的话，那就是大 C 浪的一个开始，大 C 浪的一个开始。所以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我个人是觉得风险比较大，因为从241再向上的话，其实也就仅仅是大致是有6到9块钱美元的这样一个空间，上方的空间比较小，反而向下的空间比较大。所以当前这个位置，个人觉得风险是大于收益的。当前的这个位置也不适合于继续去跟进去追的。后期只有说等到223附近来看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一个3重3浪的可能性。如果这个位置直接跌破，那么后期这支票就说白了可以暂时选择不用关注了，因为从相对的高位再延续下来跌这个走的大 C 浪的话，它所需要的时间，它所需要的幅度都会非常大。也就是说223附近如果出现日线的底分型十字星，可以少量的仓位去试一下，仅此而已。因为后期从223比如涨到250，大概也就是这个27美元整体的幅度也就是 13% 左右，可以小仓位去试一下。但是如果此处没有出现底分型十字星的话，建议就是观望远离。当然这次整体的反弹幅度这么高，其实对于一类人它是比较友好的，就是前期追高的这一批人。其实现在目前来说的话，由于你前期追高做了一个过山车，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反弹上来，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减亏或者说是一个保本的机会。因为目前大周期运行到这个结构上，后期是否还能走出延长浪不好说啊。那从交易稳健的状态来看的话，至少给了我们一次做错之后解套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实话，那就是该选择就是结束就结束，不要去硬扛。因为目前这个点位短线都不合适，中长线也不合适，没有出现必要的一个结构特征除非后期整体向上突破了250，那届时我们就可以考虑之前4月24号所说的第二种结构那它这一波走势可能整体运行的仅仅是5浪1，这是一个5浪2，后期这个5浪还有5浪3、5浪4、5浪5，那它向上的延长浪的幅度就会非常大，到时候我们再去参与也为时不晚也为时不晚。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们算是对4月24号当时发出的苹果这个整体走势反弹走势的一个再次跟踪。那么这里我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目前相对的高位风险比较大，建议该回避回避。后期唯一支撑继续做多的看反弹的只有223附近出现底分型十字星，如果没有出现就放弃掉。好，以上就是本期我们对于苹果公司的再次跟踪也是因为昨天它苹果17的一个发布会，苹果17新品的一个发布会，那么我们借这个时间再聊一聊。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